烧鸟其实已经成了我在日本的家常便饭，但是这次回国之后，我就很好奇，这不就烤鸡肉串吗？国内的店说不定比日本做的还好，我就去问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，才选了今天这家店。真的不愧是上海，改良之后的烧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这几天吃胖的真的很多，但是我们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新天地，我对上海其实不是很熟，但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银座，好高级啊！店里的氛围真的很高级。直接开始吧，新鲜的生蚝吃起来就很像果冻，就那种生蚝淡淡的甜，它还有一点点苹果醋的味道，很开胃。吃不来生蚝的人吃这个也很开心。这个菜它真的是蚂蚁。据说是来自长白山的蚂蚁，长见识，第一次吃蚂蚁，口感其实比较像蚕蛹或者蚂蚱，那个 Q 弹的鱿鱼配上冻醋，里面还有一点点海胆，就这一口蛋白质直接拉满。但其实你尝不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主要还是那个鱿鱼的味道特别香。鲍鱼的肝永远都是一种神奇的食材，茶苦中带着一点回甘，就像是用比较青涩的梅子做的梅子酱的感觉，还是挺香的。我觉得刺身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大腹，你空口吃都能吃到精强于脂肪里的甜味，还有一种鱼肉的奶香，这个吃起来像橘子味的钵仔糕，刺身的口感橘子的果香。把刺身作为前菜，你真的会越吃越饿。又是第一次见到的吃法，可能是因为鹅肝刮成了粉状，所以鹅肝的味道会更浓。它这块油脂刚刚好的中腹，就像是裹了一层花生酱，吃在嘴里甚至绵绵的。这个菜如果它能给我上2坨就好了。这个像 taco 一样的菜，最下面是鳕鱼皮的薄脆，上面是生牛肉、甜虾、海胆、鱼子酱，加上一点紫苏叶的小花，吃起来就是肉感特别足。下面那个鳕鱼皮特别油香，就特别像东北煎饼里的薄脆，真厉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烧鸟了，我怎么感觉比日本还专业啊？非常的夸张。鸡腿肉的梅子酱刷的比较多，虽然盖住了一些炭香，吃得出来芳龄不超过18，就出来工作养家。鸽子腿的那个肉的韧劲，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吃兔子肉的那种感觉，没啥汁水，那就是嚼起来特别香。它那个肉吃在嘴里面的时候，非常像鹅肉的味道。毫无疑问，我最喜欢的蔬菜的环节，它里面的水煮的真的很好。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很贵，鸡心依然很有嚼头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卤鸡胗的味道，但是它里面还是软嫩的。这个烤虾的味道很厉害，它像是被鸡汤泡过，虾肉里面浸满了鸡皮的精华，嚼起来就是脆糯脆糯的口感，好神奇的味道。内腿肉是最难烤的，这个鸡皮很像北京烤鸭里面单独拿出来蘸白糖的那个部位，咀嚼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鸡汤在往你的喉咙里面灌。它这一块的鸡肉吃起来特别像牛蛙的后腿肉，这串是鸡脚筋连的鸡皮一块烤，里面还有一坨小脆骨，然后是蹄灯，这个是他们家特制的蹄灯，跟别的蹄灯还不太一样。后面的那块肉用的不是卵巢，而是鸡心的边，所以这一串其实很奢侈，因为蹄灯的那个蛋液和鸡心的味道特别配，就是你的牙缝间都是蛋液的味道，你的舌头跟生喉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。这个是一个烤年糕加海苔，咬开年糕中间还有芝士，奶香特别足，其实很像早市上面那种糖饼。最后的主食是和牛海胆饭，就是烤肉盖饭有些时候会很干，但是海胆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。用蛋液裹满饭粒之后，一定要一勺带着海胆跟和牛，在和牛的脂肪化开之前，先尝到的是海胆加蛋液的味道，然后和牛的油味再会慢慢上来。这个菜特别的扎实，因为它是用的很厚很厚的一粒和牛肉，这种黏糊糊的拌饭真的很好吃，像是米饭版的东北黏糊麻辣烫。海胆拌饭是真的很好吃。最后的甜品是哈密瓜，但是加了茅台，我没这样吃过，这个跟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吗？没有吃过粉菠萝，吃起来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好好吃啊！怪不得粉菠萝卖这么贵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国内的烧鸟怎么这么厉害？感觉比起日本来说，真的很多创新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嘎巴样，好撑啊！我一直很好奇，成都的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开下去的？虽然它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餐厅指南，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项很重要的荣誉啊。除了成都人啊，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全麒麟，但是米其林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但是米其林川菜是个什么鬼？这个头衔听上去非常的不妙，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直接来吃吧，激情开麦。不好吃就当看个乐呵喽。街上小姐妹一起，她包间都约满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看下它有好好吃吗？久违的回了一次成都，排面还是得有的。去米其林餐厅吃饭，可不得开个好点的车。非常愉快的开到了店里。我们走的好像不是正门，那个师傅还在刷我抖音。把特色菜全部点了一遍。第一个菜是鸡汤豆花，上菜的顺序真的非常广东，先喝汤再吃菜。汤底虽然很清，但是鸡肉味还是很浓。它里面这个豆花是用鸡肉打成泥，然后再做成了豆花，细腻中带着一点扎实。我真的觉得日本应该好好学一下这个菜。日本人不吃豆花非常奇怪。宫爆鸡丁吃多了，宫爆法式鹅肝，这个菜已经开始被骂了，但是还是尝一下好不好吃吧。这个菜其实很难说是改良还是改差，鹅肝的皮炸得很脆，里面其实还是很绵软，但还是有一种不是一家人非要硬凑的感觉。对不起，还是鸡丁好吃。这个菜我今天很期待，来成都就是一定要吃青花椒，成都的青花椒那可是我们的自豪，一点不夸张。扑面而来的冲鼻的青花椒味，它打通了我的嗅觉。里面煮的是薄切的牛舌尖肉，嚼起来脆脆的，特别像干锅蹭小卷干，你吃2片就会觉得舌头跟嘴皮都很发麻。我会以为米其林的菜是针对所有人的，但没想到师傅来真的。然后是一大盘川式佛跳墙，里面的料巨足，丸子、海参、鸡、鲍鱼、排骨、五花肉、猪蹄、鹌鹑蛋，真的很夸张。川式佛跳墙，它那个料汁的调味其实很像蒜苗回锅，就是吃得出来放了很多八角，它吃起来是满嘴的胶质感，那个汁粘在你的嘴唇上，张口闭口会有很粘稠的感觉。再来一口炖的稀烂的把子肉。
它的皮真是超级的烂。然后是粉蒸肉，我感觉我从小到大，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席，只要上桌就会有这个菜，因为它是放在橘皮里，它那个肉都染上了一层果香。但是这个橘皮吧，它主要是在造型上起到一个作用。然后是川式青花椒和牛，和牛因为它油脂很多，对它真的很适合爆炒。这个菜调味真的很好，就是有锅气爆炒过后那种椒麻的感觉。这个是他家特别特色的特色菜，总的来说就是红烧肉。成都竟然有专门的红烧肉排名。这个调味是偏果甜的那种甜味。这个做法应该是先炸了一次，去掉多余的脂肪，然后再焖煮，直到它变得软烂。据他说的是东坡肉的改良版，肥而不腻。咬下去之后，嘴巴里会快速充满香甜油润的感觉，就它那个淡淡的果香和油香会很快传到你的生喉，就是很想让人刨饭。真的是樱桃肉，它那个脂肪里面会有樱桃的味道。来一碗老成都蛋炒饭吧。蛋炒饭配红烧肉，我早就想这样吃了。就算你吃腻了，到四川真的很推荐你来一份四川豌豆丁儿，贼拉香，很想念成都的豌豆面。然后放在最后这个压轴的菜，是我对他们家最大的期待，麻婆鲍鱼，一整只大鲍鱼。我总结一下，他们家最好吃的2道菜，一个是红烧肉，一个就是鲍鱼。豆腐用的是老式的卤水豆腐，我还挺喜欢那个卤水味儿。刚杀的鲍鱼吃起来其实很脆，鲍鱼和肉末做这个豆腐的臊子，再加上那个味儿特别冲的豆瓣儿，特别的下饭。他们家那个豆瓣儿真的很香，它那个豆瓣甚至有种泡椒的风味，川菜真的很好。太想吃碳水了。最后的甜品是杨枝甘露，和传统广式的还有点不一样，它有点像玉米糊糊，但是特别解腻。最后3个人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其实很适合想在安静的氛围里体验没有辣的川菜的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日本秋叶原的旁边有这么一家店，一家很异类的拉面店，好辣，但它从早到晚都在排队，就是鬼金棒。很多来日本的朋友可能吃过，他们家真的很辣，就是伊兰的那个20倍辣，在他面前可能就是微辣。还有营销号说它是全世界最辣拉面，我说啊，无语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为什么2023年了还有人挑战这种东西？没话说，可以不更新。糟了，他家有很多分店，但我们来的是本店，真的很多老外。那其实我们也是老外，我从来没点过加辣版，今天就挑战这个。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挤，巨挤无比挤，店里有点千与千寻开场那个意思了，整整齐齐一起缩面，我感觉我们要来了。它上面的那一瞬间，还有点漫画照进现实的感觉，红的发亮的汤底，上面还铺了一层海椒面。我从看到这碗海椒面开始，整块叉烧，无论放在什么店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他家的豆芽和料都是现炒的，主要他就是在我面前炒。这是我旁边美女点的致死量的香菜。成都人只要看到这种红油色的话，它的唾液会不停的分泌。有些人吃面是先喝汤，有些人是先吃面。我先吃玉米笋，你拍短视频的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是吧？好辣，就算再辣，我们也要吃一口汤。我感觉我喝了一口辣椒粉，所以它的拉面很粗，再加上汤底很浓稠，所以它每一个面条都挂了很多汤。它那个粘稠的口感其实很像阆中的牛肉面。它是用豚骨和蔬菜一起炖的汤，所以这个汤就是又油又鲜，但是它肉很腻。来口叉烧吧，他家这个叉烧真的很极品，超级的软烂。那个瘦肉保留鲜味感的同时，肥肉的部分你甚至用不到牙齿，因为你嘴巴里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把它挤碎。叉烧无敌好吃，因为很辣，所以它真的很入味。不行，我感觉我的鼻涕就和那个布加拉斯瀑布一样。然后我们加了个饭，我才吃了2口，我现在嘴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不要问我色号。他家的肉饭也很好吃，是一大块甜卤的叉烧，还是吃这个吧，压碎了有点像卤肉饭。他们家叉烧的调味真的很好，在他们家吃面真的很像吃新疆米粉，很辣但真的很上头，而且它那个黏糊的汤汁又很像东北老式那种麻辣烫。成都人最后的倔强，我的救星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又在吃饭了。在汤里泡了一会儿的叉烧，每一口下去都能吃到辣汤的味道，辣汤和肥油会同时在你嘴巴里爆开，又让我想起了加了豆瓣的龙江猪脚饭。但我觉得加辣版的叉烧是真的很好吃的，因为汤底真的很香，你用它来泡饭，人间美味。汤底的豚骨和蔬菜的香味会被米饭衬托出来，这是面条办不到的事儿。总之他们家真的很好吃，对得起这个名号。但是你不要作死，普通辣或者不加辣就可以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最后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点加辣版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卡哇伊了。